纵有刀枪不入之身的一代盖世英雄阿克琉斯，终难逃脱命运的安排，而在特洛伊破城之时，结束了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在这一支 Crate 的把手上描绘的就是希腊英雄 Ajax 扛着阿克琉斯奔向希腊营地。评画家通过阿克琉斯紧闭的双眼、自然下垂的身体和双手，表现出他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生命迹象。大家好，我是黄小熊，云游八荒。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这一支 Crate 上佩纽斯和 Thetis 的儿子阿克琉斯是如何成为了一位刀枪不入的盖世英雄，以及拥有不死之身的他的命运最终又走向了何方。话说 Thetis 和佩纽斯婚后不久便生下了阿克琉斯。与此同时，有神谕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子阿克琉斯要么会受万人敬仰的牺牲在战场上，要么会碌碌无为的终其一生。而新女 Thetis 自然是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像一个凡人一样过一辈子，她背着佩纽斯，每天将还在襁褓中的阿克琉斯全身涂满不死神油之后，拎着他的左后脚跟在天火中烧炼，希望能够一点一点的烧去他属于凡人的特质，而成为刀枪不入的不朽之身。正要大功告成之时，却被意外闯入的佩纽斯发现，并遭到佩纽斯的责备。这时候，本来就因为下嫁给一个凡人为妻而满心委屈的 Thetis 伤心的独自回到了海中，而阿克琉斯的左后脚跟因为被母亲抓着，没有来得及在天火中烧炼，成为了他全身唯一一处致命的弱点。Thetis 离开之后佩纽斯只能将幼小的阿克琉斯送到佩利翁山上自己的朋友人马克戎那里。在人马克戎多年的精心训练之下，阿克琉斯逐渐成为了一位文武双全的青年英雄。当他学成归来之后，便结识了在他父亲家避难的 Patroclus， 两人从此便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由于意识到了特洛伊战争即将爆发，佩纽斯不希望预言成真，就将阿克琉斯打扮成女孩送到了他的好朋友 Skyros 的国王 Lycomedes 那儿隐藏起来。与此同时呢，希拉联军的随军祭司先知 Caracas 告诉伊萨卡国王奥德修斯，如果没有盖世英雄阿克琉斯的参与，希拉联军在特洛伊战争中将必输无疑。奥德修斯随即通过多方的打探，找到了阿克琉斯的藏身之处，并以计谋识破了阿克琉斯的男儿之身。在奥德修斯一番巧舌如簧的劝说与诱导之下，阿克琉斯最终同意了参与到战争中。在围攻特洛伊的前9年里，阿克琉斯攻占了特洛伊城周边的12座城池，收缴了大量的战利品，最后还因为杀死了阿波罗的儿子国王 Turnus 而被太阳神阿波罗记恨在心。据荷马史诗《伊利亚》的第1章记载，在特洛伊战争进入第10年的时候，由于主帅阿伽门农霸占了阿克琉斯的女俘虏 Briseis， 阿克琉斯一气之下决定退出战争。没有了阿克琉斯的希拉联军在与特洛伊对阵中节节败退。这时候，阿克琉斯的好朋友 Patroclus 为了稳定军心而决定穿上阿克琉斯的铠甲，替他出阵对敌，却被特洛伊的大王子 Hector 杀死。悲痛万分的阿克琉斯为自己的好朋友 Patroclus 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葬礼，并在葬礼中加入了一场马车比赛来纪念他的好朋友。葬礼结束之后，阿克琉斯决定重新披挂上阵，为自己的好友报仇雪恨。他先后在战场上刺杀了特洛伊的大王子 Hector， 并在阿波罗的祭坛旁将出城取水的特洛伊小王子 Troilus 杀死。他的这一举动也再次激怒了太阳神，而最终导致了他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命运的终点。在这幅图中，骑在马上的少年 Troilus 的表情
和摔在地上的一只水罐，把托伊罗斯当时惊慌逃命的情形惟妙惟肖地描绘出来。在西兰联军最终以木马计攻破特洛伊城之前，为了给自己的哥哥和弟弟报仇的特洛伊二王子帕里斯，暗中将弓箭瞄准了阿克琉斯。神的报复似乎从来都不会迟到，在太阳神阿波罗的引导下，帕里斯射出的箭准确地射中了阿克琉斯的左后脚跟。谢谢大家，我是黄小熊原油八荒。下一期我们将为大家分享雅典英雄特修斯在迷宫刺杀米诺陶牛，拯救雅典童男童女的故事。